大家好，我是小新。夏天到了，大家一定会找地方消暑。除了游泳池、水上乐园等，大家通常也会选择到海边玩水。美丽的大海总是充满无限魅力，人们到了海边，总会因为大海的辽阔感到心情开朗。除了欣赏美丽的海景之外，也为大自然的巧夺天工深深折服。但是，人们常说，越是美丽的东西越危险。大海虽然美丽，却也隐藏许多危险。如何亲近美丽的海洋时，又能够保护自己的安全呢？今天的影片主要是介绍海浪是什么，它们又是怎么形成的，如何从海浪的形状辨识出海底的地形，如果遇到离岸流，要如何自救，如果被海浪卷入海里，又该如何自救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一一介绍吧。首先，让我们来谈谈海浪的形成。当风刮过海洋时，它会将能量转移到水面上，使水分子开始震动。这些震动会在水中传播，形成波浪。当波浪到达海岸线或其他障碍物时，它们会产生折射、反射和绕射，进一步改变波浪的形状和大小。海浪有很多种形状，例如平静的海面、小波浪、中等大小的波浪和大浪。大浪又分为翻滚浪和疯狗浪。翻滚浪是一种向前翻滚的浪，而疯狗浪则是一种向上猛冲的浪。海底地形是影响海浪形成和特征的重要因素之一。当海浪传播过程中遇到海底地形时，它们会发生反射、折射和绕射，进而改变波浪的形状、大小和方向。以下是一些海底地形对海浪的影响。海底斜坡，海底斜坡通常会使波浪变得更加陡峭。当波浪接近斜坡时，水深度变浅，波浪受到的水阻力增加，波速度减慢，形成更加陡峭的波峰和波谷。海峡，海峡是一种很深的海底谷地，当波浪穿过海峡，它们会受到海峡墙壁的反射和折射，产生更大和更强的波浪。海峡也可以导致潮流增强，产生更大的波浪。海底隆起，海底隆起通常是由于地壳运动而形成的。当波浪接触到海底隆起时，会产生折射和绕射，形成更加复杂的波形。海底峡谷，海底峡谷是一种深而窄的海底谷地。当波浪进入海底峡谷时，会受到壁面的反射和折射，产生更大和更强的波浪。从海浪的形状可以推断海底地形。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方法。观察波峰和波谷。当波浪穿过海底地形时，波峰和波谷的形状和大小会发生变化。在遇到障碍物或突出物时，波浪的高度和斜度会增加，形成更陡峭的波峰和波谷。注意波浪的方向，当波浪接近海底地形时，它们的方向可能会改变。例如，波浪可能会转向并沿着海岸线移动，或者在海底峡谷中弯曲。观察波浪的方向可以提供一些有关海底地形的线索。留意水面纹路。当波浪穿过海底地形时，它们会产生水面纹路。观察这些纹路的形状和方向，可以提供一些有关海底地形的线索。例如，在海底峡谷中，水面可能会出现一些明显的纹路。这些纹路可能会弯曲或呈 V 字形。而疯狗浪又是什么？疯狗浪 （rogue wave） 指的是海洋中出现的一种极大、极不规则的海浪，通常比周围的波浪高出2倍或以上，形状也非常奇怪。疯狗浪在过去一直是航海界的一个谜，因为它们常常在平静的海面上突然出现，并且造成了许多海难。疯狗浪的形成原因仍然不是很清楚，但有一些可能的因素包括海洋中的不规则性。海洋中有许多因素会引起波浪的不规则性，如风、潮流、地形和水温等因素。这些不规则性可能会导致一些特殊的波浪形成，包括疯狗浪。波浪干涉，当2个波浪相遇时，它们可能会相互干涉，形成更大和更不规则的波浪。非线性效应，在某些情况下，波浪会受到非线性效应的影响，这可能会导致波浪的增强和不规则性。疯狗浪在过去被认为是一种传说或神话，但现在已经经过科学证实。在航海中，疯狗浪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海浪，
因为它们可能会突然出现，并造成船只严重损坏或沉没。疯狗浪通常出现在海洋中，因为它们的形成和发展需要特定的海洋条件和气象条件。疯狗浪不太可能在岸边出现，因为当波浪接近海岸时，它们会受到地形的影响而被缓和或者被击碎。但是离岸流则通常会发生在岸边。离岸流 （offshore current） 是一种沿着海岸线流动的海洋水流，其流向是由岸边向外，也就是离开海岸线的方向。这种流动通常是由海浪作用与岸边产生的水流所引起，水流沿着岸边向外流动，并且随着海浪的推动而加速。如果你被离岸流拖离海岸，千万不要慌张，要先保持冷静，试着向旁边游动。如果仍然被拖到离岸流中心，可以慢慢的向左或向右游，直到脱离离岸流的影响。如果实在游不动，就要学会浮起来，等待救援。如果不幸被海浪卷入海里，应该如何自救呢？首先，刚被卷入海里时，人会分不清楚方向，搞不清楚哪边才是水面。这时候千万不能紧张，一定要憋住气，并且将自己身体蜷曲成一团，以免重要器官遭到撞击。如果你身体某侧触到海底了，代表另一边即为水面。但如果你只是在水中不断翻滚，这时不要急着开始划水，因为你极有可能游向往错误的方向。这时你需要的是憋住气息等待水流稍弱时，试着睁眼找寻光亮。人在水中的视力是非常弱的，完全不可能像电影中演的那样看得清楚东西，所以你只要试着辨识出光亮及黑暗即可。慢慢朝光亮处游去，留意自己的呼吸和方向，等待救援或找到游泳技巧自救。如果你能游泳，可以运用自己的游泳技巧，努力游向岸边。大部分的海水浴场都有合格的救生人员警戒，也会围出安全戏水范围。大家记得最好依照救生人员指示的范围内戏水。如果大家喜欢远离人群，探寻秘境，切记一定要随身带着救生浮板或浮筒，且不要单独下海，不要到危险的海域游泳，不要将自己置身于海浪的打击区等等。在玩水时，还要特别注意海象变化。如果海浪变得更高更猛烈，或者海水变得更深或更冷，就要立即离开海边。此外，如果你发现海浪的形状和大小变化很大，这可能是因为海底地形的变化导致的。那里的地形也许潜藏锐利的礁石或深沟，请远离那片海域。人的身体是非常脆弱的，而且肢体不具备再生能力，所以不要为了一时的刺激好奇而造成了终身的遗憾。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影片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赞哦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